这个男人必须贴着墙才能走路，为了不让别人看见自己的后背，就算是上楼梯都得四肢着地，紧贴着地面。可男人怪异的行为却令陆半十分的好奇，于是他略施小计，成功绕到了男人的背后，却发现他的后背和普通人的没有任何区别。但就在这时，男人却突然表情呆滞，嘴里还不停念叨着自己死定了。下一秒，男人的后背竟诡异的裂开。陆半刚想道歉，可男人竟瞬间倒地，失去了生机。见此一幕的陆半人都傻了，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是敌人的替身攻击。可还未等陆半来得及思考，突然他的后背一沉。陆半见状，当即召唤出替身，想要发动天堂之门的能力，强行对廉价把戏修改指令，却没想到自己的脸上竟也出现了和对方身上一样的裂痕。而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廉价把戏已经将宿主换成了陆半，一旦他附身在谁的背后，就会成为其身体的一部分，对廉价把戏造成的任何伤害都会全部返还到本体身上。同时，被附身者绝不能被其他人看到后背，否则廉价把戏就会将宿主杀死，转移到下一个受害者身上。听此，陆半害怕极了，他拼命的扭动身体，想要将廉价把戏甩下去。くそ、こいつどうやったら離れるんだ。簡単だよ。他人に見せればいいんだ。僕、離れてそっちへ行く。見せるだけ。犹豫再三过后，陆半只好打电话叫来了康一，将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告诉给了他。可康一听后却根本不信，认为陆半肯定又是在耍自己。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，陆半带着康一来到了案发现场，却没想到男人的尸体竟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人形玩偶。陆半拿起人偶还想解释，可康一却已经失去了耐心，留下一句无聊后便转身离开了。这下陆半彻底绝望了，就连最好的朋友都不相信自己，而且背后的廉价把戏还在不停的挑衅嘲讽。不过陆半却并没有放弃，他走出家门，准备寻找能够自救的办法。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后面，他只能紧紧地贴在墙壁上前进。可过马路的时候没有墙壁，但陆半丝毫不慌，很快他就想到了一个应对的办法。趁着一个路人准备过马路，陆半毫不犹豫的就贴了上去，只要和对方保持背靠背，就能顺利的通过路口。可背后的廉价把戏突然开始搞事情。おい、そこのバカ、何ボケっと歩いてんだよ。なんだとこれ。陆半瞬间意识到不妙，当即利用天堂之门，在路人的脸书上写下不准回头的指令。就这样，陆半顺利通过了马路，来到街对面后继续背靠墙前进。可还没走多远，他就被一大群小动物团团围住，一旦被他们看到后背，自己也会死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廉价把戏搞的鬼。他告诉这群小动物，陆半是一个喜欢虐杀猫狗的人渣。哎，大狗，大狗，大狗。陆半的替身能力虽然很强，但架不住小动物的数量实在太多。就在他即将被看到后背时，危急关头，康一及时赶到，他利用替身重力将围攻陆半的动物们全都赶走。虽然一开始康一怀疑陆半是在耍自己，但他还是在暗中偷偷观察，最终确认了陆半的确遭到了替身攻击。陆半见状，激动的都快要哭了，看来还是你最懂我啊，康一。随后康一也不废话，直接向廉价把戏施加重力，想要将替身强行扯下来。可廉价把戏早已和陆半融为了一体，看着陆半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伤口，康一只能无奈停手。但更要命的是，在廉价把戏的不断折磨下，陆半的精神也开始出现问题，最终彻底崩溃。他如同一具行尸走肉，将后背展示给了康一。然而就在廉价把戏以为自己的计谋得逞时，康一却震惊地发现，陆半所处的位置竟然是黄泉之门的入口。原来陆半并没有疯，从一开始他就算计好了，利用不能在黄泉之路回头的规则，将廉价把戏彻底消灭。お前の魂だけを連れ去る者が念のため書いといてやるよ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是总结解析。看完这场战斗，我认为最精彩之处在于陆半绝境中的冷静与智谋。面对廉价把戏这种无解的寄生能力，他没有选择硬拼，而是巧妙利用黄泉之路的绝对规则借刀杀人。这种以规则反制规则的设计令人拍案叫绝，而小象背后山本绫美的悲剧更赋予了战斗沉重的情感底色。他的执念成了制裁恶灵的利器。陆半与康一表面互损，实则默契的搭档关系也尤为动人。整段剧情既展现了替身战的策略魅力，又承载了渡王町的黑暗过往，是JoJo系列中设定与情感完美结合的经典桥段。